大家好，今天早上下雨，下了很久的雨，趁下午虽然现在有点阴天，但是装这个应该没有很久，赶快拍一拍。我有讲过说我有改这个啦，就是那个点火线圈嘛。一般来说，除非是比较，也不能说是高贵的车种啊，因为很多车子后来都已经改成是这一种小颗的，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吧？这个是进在原厂的，但是这也是副厂的啦。这个是进在原厂的，这个它的原理，它里面是靠电容蓄电以后再放电，然后这种大颗的，就是你会觉得中间好像有一根铁穿过去的这种他们是说什么晶体式的，它里面是靠晶体反应就提供活性塞点火。那像我的这一颗，我没记错的话，这一颗是我之前的，还是我忘了，反正重点就是这一种。一般车辆可能现在因为成本考量，它都换这种小颗的，这种是 CDI 式的。那我后来改这一种晶体式的。那我之前我有一篇讲到说，我的活性塞整个它是1合金的，它整个那个头掉了。说实在话，我车骑这么久，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状况。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真的就是活性塞的问题，导致那个1合金的点火头掉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因为这种的设计它本身的点火性就会比较好。那很多朋友反映说车子难发，或者说可能无力吧。然后以我自己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沙漏厂找，或者说去买一颗新的也可以，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坏的几率不太会坏啊。我之前这种 CDI 式的我坏过一次，它是车骑热以后，它在某一个速度里面，某一个转速下，你会觉得好像是它点火效率没有会一顿一顿的，但是一过了又没事，就是在一个速率中会这样子。我那一次我也找了很久，我也找不出什么状况。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你只要闪过那个转速区间就没有事情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什么整流器的问题，后来想想整流器我也刚换没多久，应该不是啦，所以我就索性换了我现在装的这一颗。然后换完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就一直骑到现在，也骑了，我这台车跟朋友买，也买了1-2年有哦，然后都没有再出过状况。那以这种叫晶体式的点火线圈来看的话，它一般都是长这种样子，比较大颗，然后它中间是贯穿一个铁，从头到尾。然后还有一种是它有点像是它那个铁有点像是猫字形，就是呈现一个口字形。听说那种更好啦，但是我手边没那种东西，我没办法装给各位看。然后像如果说你原本的车上是这一种的话，原本车上是有2个插头的，然后你要改成1个插头的话，就变成说你要像我一样，重新这边再接一个插片出来。因为我这个只有1颗嘛，所以变成说我要先另外接一颗线，接一个线头，接一个插片给他，然后车上给你们看，走开。
然后像车上就有2条线，然后以进站来讲的话，一条橘色，一条黑色。黑色就是接地，就是装木。黑色的接地就是要接这一颗，然后橘色的就接这一颗。然后因为我这一颗线真的太长，其实线太长，你直接剪断就好了，剪断然后才重新把这个头拔下来再装回去就可以。但是我今天我找到一颗2头的，然后我是想说，因为一整组，而且这个也比较新的，我是想说我就直接替代掉我原来的。像这个点火头好坏，这个也有差别。那今天我就是要来换一下，想要退这个头也很简单啊，就把这个移过去就好了吗？太小，那就直接投。你看哦，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得到。有没有？它里面那个铜很小一个，但是这一颗它的铜，走开，不要呼呼呼，吵死了！这样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它里面的铜就很大一块，然后它里面还有分，我是比较喜欢装铜的啦，因为感觉就铜的点火线会比较好。然后我因为这个人家给的我也不知道是好的坏的，就先装看看。走开了。然后像这个再拆就很简单啊，你就把这个防水套拔掉以后，它就跟螺丝一样，它这个尾巴就跟一个螺丝一样，你只要逆时针是放松嘛，就把它转下来，有没有？这样子它就是有螺纹的，有螺牙，就锁进去就好了。像光这个头，有的是可能铁去镀镍，然后我是如果可以的话，有的选的话，我会比较想要装，就是都铜的，因为铜的导电性比较好嘛。当然没有贵金属的好啦，就只能尽量选择一下。然后一样把它转进去，你不要硬转哦，因为这个硬转里面那个铜，它里面这个也是铜线。其实有时候你觉得车不好发，或者说感觉不对，你就剪一节剪掉，因为这个它也是会氧化，剪一节剪掉以后再锁进去，就一样的意思。不好意思，狗在打架，不要理它们。然后把它装回去，记得防水套很重要哦。好，这样就完成了。然后我记得这一种的话，上面这个就是连这一条，所以它是算我假设是正极好了。那绿色就是接地。好，我先装一下。好，这样子有没有看到？我的正极就接上面这边，然后负极接地就接下面这边。如果你只有一pin的话，接地就可以接中间这块铁，然后来试发看看。好，很不幸的那一颗是坏掉的。那放了1夜，我换一下插头，等一下。好，结果证明换插头是没用，这一颗是坏的。那就一样把头推下来。好，我已经将我原本的换回去了。
那一样，橘色的就接唯一的插pin这边，然后黑色的就接另外这边。然后我是这样子，等一下啊，好，排解纠纷成功。那一样，像橘色的就是接唯一的 pin 嘛，它就是正，然后负极，你看是要直接锁在这根铁上面，还是要自己做一个插头？我是不想剪头啦，然后我是这样子固定，拿个束带把它绑在这边，藏在这边，因为椅子到时候放在上面嘛。然后我一直忘记把我的接地线装上去，就车身接一个到化油器上面。等一下哦，好，我又回来了。像我刚刚讲嘛，因为我连汽车，因为我是觉得气体在那边流动，应该会导致这边静电比较大，所以我就接了一条电线到这边来。然后你们在接的时候记得哦，不要去干扰到这个加油线的作动，然后预留点空间，因为车子会晃动嘛，预留点空间。好，那我接好以后，刚刚那一颗你们也看到发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换回来原来的，看看效果如何。好，开电了。嘿嘿，还是原来的好，不要嫌人歹哦，原来的最好用。好，我先把车还原一下。好，这个就是我最终的固定方式。我本来是2个束带啦，但是我今天有稍微做跟动，我就用1颗束带，因为种种原因。像它原本是装在这边朝下的，原来是装在这边这样子。它这边有个座，这边有个座，然后电容式的话 ，CDI 的话，就是很怕里面的电容坏掉嘛。它那个可能漏液啊，或里面电解液干掉，所以我后来也是刚好有那一颗啦，我才会直接把它换掉。然后换完骑到现在的都没有出过状况。那我大概再整理一下就好。一般来说，是你们比较容易找到的点火线圈就这3种。比较原厂式的小颗一点的，这个是 CDI， 它2个 pin， 然后像晶体式的话，等一下哦。好，这就是我最后的固定方式。原厂的装在这边嘛，就这样子。原厂的就装在这边，然后2个 pin 在旁边电线就牵过来，所以我尽量不去更改，不去剪线，不去干嘛，所以就直接固定在这边就好了。然后你们要记得它的这个电极线在跑，尽量不要去拉扯到，因为在启程的时候晃动啊，些没有的。那像刚刚讲到这一条接地线，因为像汽车，我也是觉得气体在流动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可能摸车门的时候，开汽车的时候摸车门的时候，有时候会被电到。然后他们是说，因为车子你在空气中摩擦，所以车身导致静电。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空气摩擦会产生静电的话，那汽车的节气门也会啊，节气门都一直在进气嘛。然后相同的道理，化油器也是一直在进气，所以气体一直流动，这个跟化油器跟空气摩擦的话，应该也会有静电，因为毕竟这也是金属嘛。
所以我就在上面加一条接地线，让车身的多余的电负极可以有地方宣泄。好，刚刚也发给你看了，我是冷车哦，一触即发。好，那我再跟各位解释一下，等一下哦。以一般市面上找得到的话，当然你买改装品的也可以啦，只是看预算。我是觉得最省钱的方式，可能去沙漏厂找一台老车，但是那个几率就像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一颗，我刚装这一颗就不会点火嘛，所以它是坏掉的就移除。以在市面上你们找到的点火线圈，大概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铁是口字形的那种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子。应该这个价格也比较平易近人啊，所以我是建议，如果 OK 的话，买一颗，我是不知道多少钱啊，因为买一颗可以装很久，除非人品爆发，运气太好，要不然买一颗应该弄很久，应该是 CP 值够高啊，很划算。好，那回到我刚刚要讲的，就是基本上你们会看到的就大概是这3种形态 ：CDI 2个插头，然后晶体式的1个插头，然后另外一个是接地。再来就是这种有接地也有2个插头的。那怎么去弄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条靠近这个头的，它多半都是正电，所以就是怎么讲？你就是蓝色基本上应该啦，负极都是用黑色或者别的颜色替代。可能你们要查一下你们的车子的颜色，你的线色是什么？那就是正极接在这边，接在这2个，就是靠近点火这条导线的这一边，多半都是正极。如果你只有一个 pin， 你另外一条可能就是做个转接头，或者直接剪掉，用螺丝锁在这边也是可以。那如果是2片的就更好啦，就这边装这边装就 OK 啦。我是觉得这个 CP 值蛮高啦，因为也有很多人都有在讲说，装这个花一次钱可以弄很久很久，而且数据显示也有人研究啦，数据显示点火效率真的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投资。买改装品应该大概也是这样子吧。然后我自己在骑的话是觉得不错啦，因为毕竟老车还可以这样子吹这样跑。因为我装的皮带也不是进站的，比进站的长，所以我觉得老车能够有这样的表现算很好了。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点火线圈更换，虽然我得到的结果那颗是坏的，然后我这一颗我是嫌线太长了，然后我不想剪，我就直接想要说有一颗的话就换一颗试试看。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咯。如果点火系统的保养，就这个头要记得清，因为这边也是电在跑，它久了都会这样类似氧化的东西，这个要清洁。然后如果久的话，车子骑久了，这个你看像这个我是剪过了，所以它的铜的颜色还很漂亮。这样应该拍得到。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的线很黑干嘛的，你就剪一段，
然后再重新锁回去就好了。然后如果你的火星塞这个里面这个头它就是卡住火星塞的那个头嘛，如果很松的话，这个也要更换。你要有时候骑它都会松掉。以前我在进站刚来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头很松，有时候不是头松，是火星塞你插把久了，它上面那个点火头那个螺牙磨损掉，要么就是这个有问题要换这个，要么就是火星塞有问题。你要那个头如果真的磨损太严重的话，还是火星塞还是要换掉了，要不然那个会影响到点火。好，今天这个应该怎么说？引擎的引擎三宝，应该对啊，火、空气、燃料嘛，3个，然后点火线圈就负责是火。好，这个的介绍就这样子咯，再拍一下，3种形式，可能还有别种形式啦，但是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好啦，今天这个解说就到这边了。然后有什么讲不好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再仔细的回答各位。然后我的频道可能没有几个会看到这么后面啊，我的频道到现在已经快1年了，结果只有200多位朋友订阅，很谢谢你们啊！如果我讲的不好，你们不喜欢订阅没关系，我讲不好给我按个不喜欢，或者我觉得还可以就可以按个喜欢，给我一点表示，至少让我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的成长快一点，要不然知道在 YouTube 也要生存是蛮困难的。好啦，谢谢各位，希望各位会喜欢我的影片。OK，拜拜。